深山的絕壁之下，沒有人煙，也沒有聲息。一隻母虎蜷伏在一片枯黃的草地上，駝瘦的只剩一身皮，包着一副骨頭，每一次呼吸都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駝的命已經懸在了一線之間。駝的身邊，7隻剛出生不久的幼虎，瘦弱的擠成一團，一次又一次徒勞地拱動着，尋找母親早已乾涸的乳汁。駝們還不懂得什麼叫死亡，可死亡已經悄悄地逼近了這一窩剛剛開始的生命。各位善友，我是靜山，今天想與你分享一則捨身飼虎的故事。讓我們把鏡頭從這座幽谷慢慢地拉遠。這裡是古印度一片被群山層層環抱、人跡罕至的深山，雲霧在峰巒之間流動，千百年來幾乎不曾有人走進這片寂靜。而在這片山的另一頭，山腳之下是一座莊嚴而富庶的王城，宮闕巍峨，皆是繁華，是當時恆河平原上數一數二的強盛之國。王城裡，國王和王後膝下有3位王子，3個孩子，個個聰慧俊秀，而最年幼的那一位名叫薩朵，他就是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這位小王子自小就有一顆與眾不同的心，別的孩子嬉戲玩鬧，他卻總是靜靜地憐惜着身邊的每一個生命。見一隻小鳥受困，他要輕輕捧起，放馱回到天空。眾生的苦，他彷彿都看在眼裡，疼在心上。有一天，風和日麗，難得的好天氣，3位王子相約一同出城，到山林之間去遊獵踏青。他們騎着駿馬，帶着隨從，一路說說笑笑，好不快活。他們縱馬入山，越走越深，林木漸漸密了，山路漸漸曲了，連陽光都只能從層層枝葉的縫隙裡灑下一點點碎金。不知不覺，他們已經來到了人跡罕至的深處。日影西斜，3人下了馬，在林間稍作歇息。就在這時，遠遠的山谷裡忽然傳來一陣聲音，那是一種虛弱的，像是哀鳴一般的虎嘯。3個人循着聲音走到了崖邊，他們俯下身往谷底一看，那一幕看得3個人心頭猛地一震。那是一隻剛剛生產不久，已經餓了好幾天的母虎，駝瘦的幾乎只剩一張皮，包着一副嶙峋的骨架，那雙曾經銳利的眼睛，如今只剩下一片飢餓的絕望的暗光。駝的身邊7隻幼虎圍着駝嗷嗷待哺，可這位母親已經連抬起頭的力氣都快要沒有了。再這樣下去，等待這一家8口的只有一條路，活活餓死。而更令人不忍的還在後頭，急火中燒之下，那母虎竟緩緩地回過頭，望向了自己的親生骨肉。一邊是求生的本能，一邊是護子的母性。在駝那雙眼睛裡，這2股力量正痛苦地交戰住。崖上，大哥和二哥見了這慘狀，搖頭嘆息。他們也動了惻隱之心，可是除了嘆一口氣，又能做什麼呢？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束手無策。唯獨最小的薩朵靜靜地立在崖邊，一句話也不說。他的目光久久地沒有離開谷底。沒有人知道，此刻在他那顆年輕的心裡，正翻湧住一陣連他自己都未曾有過的波瀾。他在心裡問自己，這個身體終究是無常的，他會老，會病，終有一天會化作一匹塵土。既然這副身軀遲早都要朽壞，那麼何不就用它去換回谷底這一窩活生生的性命呢？一面大悲就這樣在他心中升了起来。薩朵悄悄地拿定了主意，他知道2位兄長絕不會答應，於是不動聲色找了個借口，把他們支往了另一個方向。2位兄長沒有起疑，縱馬先行而去。蹄聲漸遠了，笑語漸聽不見了。漸漸的，這片森林之中就只剩下薩朵一個人。他獨自一人折返回崖邊，再一次俯視着谷底那對奄奄一息的母子。山風吹過他的衣袂，而他的神情平靜的沒有一絲猶豫。然後他緩緩地走下那道陡峭的山坡，
一步一步一直走到母虎的面前。他俯下身，靜靜地凝视着这只垂死的母親，眼神裡滿是悲悯。他解下身上那条轻薄的佩帛，輕輕地掛在了崖邊的一截枯枝上，就想把這一生所有的牽掛與不捨都一起放了下來。他端正地合起雙掌，閉上眼睛，默默地發下了一個宏大的誓願：願我以這個身體救度一切眾生的苦難，也願我以這份功德早日成就無上的菩提。願發完了，他縱身一躍，從那高高的崖上投向了谷底。那一躍的姿態決絕卻又無比的安詳，仿佛那不是墜落，而是回家。墜落之際，山谷裡只看見一道身影沒入了谷底翻湧的雲霧之中。那一刻，風停了，鳥靜了，整個天地之間仿佛都靜默了。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麼順利，那母虎實在太虛弱了，虛弱到連起身進食的力氣都已經沒有了。眼看着薩朵這一身的布施就要落空，可是他那份悲願沒有停。他用最後的力气，以一节蠟燭刺破自己的頸項，讓那母虎能夠就近試到一點點足以維繫生命的暖意。就這樣，母虎終於一點一點地有了起身的氣力。母虎活了過來，那7隻幼虎重新依偎在母親溫暖的腹下，安然地得到了活命。一窩眼看就要消逝的生命，因為一個人的捨身，重新有了明天。就在這一剎那，大地發生了6種震動，山岳為之搖撼，林木為之傾倒，仿佛整個天地都被這一念慈悲深深地撼動了。諸天都被這一念捨身所感動。剎那間，虛空之中，曼陀羅天花紛紛飄落，如雨一般灑滿了整座幽深的山谷，落在崖壁上，落在草地上，也落在那一家重生的虎的身上。而在那高高的雲端之上，無數的天人合起雙掌，俯首讚嘆。他們以最虔敬的心，禮敬着這一場人間極為罕見的捨身的大布施。山的另一邊，2位兄長正策馬前行。忽然間，他們覺得腳下地動，空中花落，心裡沒有來由地升起了一股說不出的不祥。他們這才猛然驚覺，最小的弟弟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跟上來了。2人相顧失色，二話不說，立刻調轉馬頭，循着原路發了瘋似地回頭尋找。他們一路奔回崖邊，可是放眼望去，弟弟的人影不見了，只看見那一條還在山峰裡孤零零飄揚的佩帛。看見他的那一瞬間，2個人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他們俯下身向谷底望去，遠遠地看見了安臥在草地上的幼弟和不遠處那一群重新獲得了生機的虎。一切都明白了，兄弟2人再也忍不住悲痛失聲。他們連滾帶爬地攀下深谷，跪伏在弟弟的身旁，任憑他們怎麼呼喚，那個總是溫柔微笑的弟弟再也不會回答了。兄弟倆淚如雨下，呼天搶地。與此同時，遠在王城的宮中，王後忽然從睡夢裡驚醒了過來。她只覺得心驚肉跳，雙乳脹痛，夢裡盡是種種不祥的惡兆。一個母親的直覺讓她隱隱感到，她最疼愛的小兒子出事了。沒有過多久，噩耗傳回了王城。國王和王后聽到消息，如遭雷擊，當場幾乎站立不住。他們再也顧不得亡者的遺態，倉皇地奔出了宮門。父母的車駕在崎嶇的山道上沒有命的疾馳，循着孩子留下的蹤跡一路趕去。那短短的一段路，對這對父母來說，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心如刀割。車駕終於抵達了崖谷，王后遠遠地望見了谷中的景象，一聲悲呼，只覺得眼前一黑，幾乎當場就昏厥了過去，全靠身邊的侍女死命地扶住。他們攀下深谷，奔到幼子安臥的地方，一家人伏在他的身上，痛哭失聲。白髮人送黑髮人，那一種肝腸寸斷的痛，旁人是怎麼也體會不了的。哭了許久，
王后才顫抖着雙手抱起孩子遺下的衣被，緊緊地貼在自己的胸前。那上面彷彿還留着孩子的氣息。她泣不成聲。最後，父母和兄長含着淚，恭恭敬敬地拾起了太子的遺骨。他們實在不忍心把這樣一個孩子留棄在這片荒涼的山野之中。就在這時，那只众生的母虎領着駝的7隻幼子緩緩地走了過來。駝們在離人群幾步遠的地方停下，俯首低伏在地，彷彿在向這位捨身救駝們的恩人默默地叩首謝恩。國王悲痛之餘，下了一道命令，就在太子捨身的這個地方興建一座7寶莊嚴的舍利寶塔，永遠地供養紀念這位偉大的孩子。不久，寶塔落成了，它巍然地矗立在青翠的山谷之間，金色的塔頂在每天清晨的朝陽下熠熠生輝，遠遠望去莊嚴而又安詳。國王、王后率領着滿城的百姓在塔前頂禮供養，獻上鮮花，燃起香火。那一張張臉上的淚水裡，除了哀傷，更多了一分對這份慈悲深深的敬意。裊裊的香煙緩緩地向上升起，和空中飄落的天花交織在一起，喧囂與悲痛漸漸都遠去了，整座山谷最終歸於一片祥和而靜謐。而薩朵太子那一念捨身的悲願與功德，並沒有隨着他的身體一同消逝，他彷彿化作了虛空之中一輪柔和而廣大的金色的佛光，靜靜地照着人間。這個故事到這裡還沒有完，因為後來世人才知道，這位捨身飼虎的薩朵太子，正是釋迦牟尼佛在無量劫前因地修行之時的前身。佛陀正是以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捨身，一次又一次的布施，圓滿了無量劫以來的布施波羅蜜。而捨身飼虎這一念，便是其中慈悲的極致。這個故事留給我們一個很深的提醒：真正的布施，從來都不在於你給出去的東西有多少，而在於那一念肯放下自我、肯利益他人的慈悲之心。我們未必都能像太子那樣捨身，但那一念慈悲，你我的心裡本來就有。願這一點小小的慈悲之光，能在你我的心中常照人間，生生不息。撼動天地的不是那一月，是月下之前那一念慈悲。捨身難，捨我更難，而那一念你我本來就有。我是靜山，下一個故事線。